电影中演的驱魔人，现实中你真的见过吗？大家好，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今天的故事来自于网络论坛，主角叫做阿伟，是00后，大学毕业将近1年的时间。有一天呢，大学的好兄弟叫小军邀请他去家里玩，因为就业压力比较大，玩得好的几个哥们儿呢都没有找工作，这个阿伟呢就过去了。一起去的还有另一个好兄弟叫阿虎。那小军的父母呢都出国了，所以呢也没有人管他们，三个好兄弟好久不见，就特别的开心。那么当天中午呢，他们就在饭店喝开了，一直喝到下午3点才结束。那到了这个小军家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小军住的是一个大别墅，装修也特别的豪。那阿虎呢就嚷嚷着要参观，其中有一个房间很特别，跟别墅的豪华装修风格格格不入，就是1楼厕所旁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摆的是一些年代很久远的东西，各种箱子、老物件之类的。那阿虎呢就一下来了兴致，摸摸这个看看那个，其中有一个特别老旧但是很精致的一个盒子，外面还贴了一些很迷你的黄符，那个黄符就是符咒的那种符。由于时间太久了，这个黄纸呢能看到，但是上面用笔写的符号和文字都看不清了。阿虎呢就小心的把那个盒子拿了起来，问小军这是什么东西。小军呢就解释了这是他爷爷的东西，之前爷爷从老家搬到城里来，有些东西呢就放在他家了，但是爸爸告诉过他，爷爷的东西你最好不要动，因为那都是爷爷很珍爱的老物件。那小军本人呢，他本身对老物件也没什么太感兴趣的地方，所以很少来这个房间。但阿虎倒是不把自己当外人，他直接把那个盒子打开了。由于那个黄纸符是贴在盒子开口处的，所以打开的瞬间，那个黄符也破了。那小军看了之后呢，也没注意。阿伟呢也很好奇嘛，就凑了过去。里面有2个木头雕刻的小人偶，一大一小，手拉手。旁边呢还有一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那阿虎呢就用手轻轻地掀开看了一眼，里面是3个皮影，其中2个是古代武将一样的人物，一个拿着大砍刀，一个拿着长戟，另外一个呢像宫女一样。由于东西太老旧了，皮影上的颜色都淡化了。小军看到这3个皮影之后就很惊讶，说这是我小的时候爷爷经常拿这个皮影给我表演，现在怎么把它放在盒子里面了，还有黄纸符给贴了起来。那阿虎呢听到这个就知道这个东西挺贵重，就没有再看，就把盒子合了起来，放在原来的位置，把门关上了。随后呢3个兄弟就在客厅里打了一会儿游戏，很快天就黑了下来。小军就带着阿伟和阿虎呢去了当地的一家特色菜馆，喝到了晚上10点多才回家。到家之后3个人呢就上了2楼，晚上就准备在小军家过夜。他们都睡在小军的卧室里，阿虎跟小军睡床上，阿伟就打地铺。3个人呢先是开了2把黑，随后阿虎和小军就睡着了。至于阿伟呢，平时他经常熬夜，于是呢就自己单排了几把。那游戏打到12点半的时候呢，突然来了一股凉风。奇怪了小军的房门紧闭，但是那股凉风呢是从小军房门方向吹过来的。阿伟就不自觉地抬头看了一眼，床上的阿伟和小虎2个人睡得都比较死，他就觉得那算了，管他呢，好好的打游戏吧。喝了一口水，阿伟的注意力又放在了游戏上面，然后他发现哎呦我去，对面打野的这2个人在蹲自己，就不自觉地骂了一句。这阿伟嘴里的水就一下喷在手机屏幕上了，而且呢正好喷在了攻击按键的那个位置，手一沾到水呢，屏幕就不灵了，怒送了一个人头。记得阿伟趁着人物复活这个空当就起身，从床边找了卫生纸擦了一下手机屏幕。好，他就这么一直打到半夜2点多才睡。第2天起来的时候呢，阿伟跟小军醒得比较早，而阿虎呢醒得比较晚。但阿虎就突然间惊醒了，他醒来之后就说了，昨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他说恍惚之中他的身上就突然感受到一股凉意，迷迷糊糊的睁开眼，他看到他们住的房间里站着一大一小2个黑影。这2个黑影的轮廓总觉得有点熟悉，在哪儿见过，而且那2个黑影呢似乎有话想对他说，但阿虎始终都听不清楚。那后面呢2个黑影好像就是有点急了，就一直手舞足蹈的想向他表达一些信息，但阿虎就是听不清楚。然后2个黑影呢好像突然受到什么惊吓一样，直接从房门那窜了出去。那小军呢听了之后就感觉很扯，倒是阿伟呢有一点将信将疑，他打游戏的时候的确感受到了一股凉意，于是呢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嘴。阿虎就说，你在这个梦里能看到我吗？阿虎想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说我看见你好像是在打游戏，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还在床头找卫生纸，又躺下擦手机。
还说阿伟啊，当时离那两个黑影特别的近，完全就是那种身子靠着身子的状态。好，听了阿虎的话，阿伟直接吓傻了，因为阿虎所说的跟昨天晚上发生的完全对得上。但小军呢，仍然不相信，就觉得是阿伟跟阿虎联合吓唬他。毕竟呢，他在家里住了好些年了，从来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儿。但结果就在那天晚上，离奇的事情来了。当晚呢，3个人还是玩游戏喝酒啊。这个阿伟和小军就喝的比较多，所以呢就早早就睡了。结果半夜啊，2个人被阿虎给拍醒了。这个阿虎呢就是颤颤巍巍的，非常的惊恐啊，说有鬼啊，2个鬼在墙上打起来了。那一问才知道，阿虎在2楼上完厕所之后就觉得有点饿，想下1楼的客厅找点零食吃。结果刚到楼梯，就看到1楼的大厅墙面上有2个鬼影手舞足蹈的打起来了。还有一个呢，好像跪在另外2个鬼影身边。虽然说是半夜，但这个小军家外面就是路灯，看得老清楚了。那阿伟跟小军肯定是不相信的，但阿虎看起来又不像是说谎，于是2个人呢就跟着阿虎来到了2楼的走廊上。他们走到楼梯就轻手轻脚的往下走，因为这是在小军家里嘛，这个小军呢自然是走在前面的，因为他最不害怕。那走着走着，小军就突然停了下来，低声的喊：我去，真的有2个鬼影在打架。那阿伟呢就赶紧走到了小军身边，弯下腰一看，我去，墙上的确有2个鬼影在打架，旁边呢还有一个好像是女的跪在旁边。那墙上的那2个鬼影呢，你们猜他们打到什么程度？用阿伟的原话形容，他们打斗的动作形态包括速度啊都特别的快，就在这个黑暗安静的房间里面显得特别的违和。阿虎呢就悄声地问了一嘴，说墙上的这几个鬼影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一个拿着刀，一个拿着长戟。突然呢，小军就惊恐地叫了一声：我去，这不是我爷爷珍藏的皮影吗？这真他娘的见鬼了！这时候呢，阿伟跟小虎才反应过来，墙上的影子和那个盒子里的皮影一模一样。那当时呢，3个人都蒙圈了，难不成这3个皮影成精了吗？结果呢，好巧不巧，你猜怎么着？他们3个蹲在那个楼梯扶手下面啊，时间有点久了。阿虎呢本来就胖，加上晚上阿虎吃的比较多，那本来呢当时他就想挪换个姿势继续蹲啊，结果换姿势的时候，膝盖顶着肚子，就直接挤出来一个屁。那个屁声呢虽然不大，但是在幽静的夜晚就显得格外的响亮，打破了当时的那种沉寂，3个人都吓了一跳。而墙上那个蹲在一旁的女鬼好像听到了这个动静，就慢慢的从墙上站了起来。兄弟3人呢就一下就愣住了，紧接着啊，那2个打架的鬼影也停了下来，不动了，停了得有5-6秒钟的时间。然后那2个打架的鬼影以飞快的速度就贴着墙壁朝他们这边飞过来，3个人差点吓尿了。还是那个小军反应快，他喊了一声跑，当时他们就觉得跑步的速度能跟博尔特一拼了。那3个人呢就迅速的冲进了自己的房间，把房门锁上了，然后把所有的灯都打开，就一直盯着门，直到盯到凌晨6点钟。还好那些影子没有进屋。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就是因为阿虎打开了小军爷爷的那个盒子？3个人讨论了半天，最后呢决定让小军跟他爸爸讲讲这个事儿。那明明小军打电话的时候手机没开免提，但是他爸爸的叫声和辱骂声就跟手机开了免提没什么区别。最后呢，小军的爸爸让小军等电话，并且再三嘱咐这个事儿千万不要告诉他的爷爷。那3个小伙子一夜都没有睡，就眯着眼睛，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小军的电话响了。等挂了电话，小军呢就让阿伟跟阿虎跟他出去走一趟。出门之后，这个阿虎就问咱们去哪儿啊？小军也很疑惑，说奇怪了，电话那头这个叔叔让我去公安局。那3个人到了地方啊，小军把电话拨了过去，没一会儿就从单位里面出来了一位50多岁的叔叔，穿着警服。看到小军3个人之后就说刚好你们都在啊，来做一个详细的笔录，之后我跟你们去看看。那阿伟他们呢就懵了，说公安局还办这种案子吗？难道这个叔叔就是林正英的那种驱魔警察吗？那好，这3个人分别录完了笔录之后，叔叔呢就已经换了一身便装，开车带着这3个人就回到了小军家里。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草草的吃完外卖，这个叔叔呢就开始行动了。是怎么行动的呢？他是先在2楼的楼梯口贴了很多传统的字画，又拿了一袋红色的粉末掺到了一瓶二锅头里边，随后呢就吩咐所有人11点钟之后必须待在2楼，不能越过他贴的那些字画，要把所有用的吃的喝的全拿到2楼。
安排完之后，叔叔就关上了灯，就坐在1楼的沙发上开始抽烟。很快呢，就到了晚上的12点，果然那几个东西又从1楼的储物间里贴着墙壁飞了出来。只见那个叔叔呢，动作很快，先是灌了一口二锅头，然后朝着墙上打架的那个2个鬼影就喷了过去。结果那2个鬼影吓得在1楼的墙上乱跑了一通，其中有一个呢就贴着墙到了天花板上，想直接奔2楼而来。当时就眼瞅着他要跑过来了，吓得阿伟他们3个就往后退了好些步。结果那个东西啊就到了2楼上边，仿佛呢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弹了回去，又回到了1楼。而另外一个拿着长戟的鬼影呢，被叔叔的那口酒给定住了。被喷到的那一瞬间呢，那个鬼影就贴在墙上，动作变得非常的僵硬，好像是一个大活人就被浇满了502胶水一样。胶水干了之后就想动很难动的感觉。随后那个叔叔就从公文包里掏出了一张黄符，眼疾手快就贴在了那个长戟鬼影所在的墙上。拿长戟的那个鬼影就开始痛苦的挣扎。楼上的这3个人就看呆了，就觉得太神奇了，因为那个黄符呢就跟打了一个钉子一样。随后呢，这个叔叔从兜里翻出来一个打火机，往那个鬼影所在的墙上一点，他这个墙上呢突然就出现了一片火焰的影子。做完了这些呢，叔叔就转过了身去对付那个拿长刀的鬼影了。当时阿伟他们就看呆了，就感觉跟看电影一样，但是呢也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地方。就之前那个女鬼影好像一直都没有出来，整场呢就没有见到她的影子，也不知道她是去哪儿了。那这个叔叔啊用相同的手法把这个拿长刀的鬼影给降服之后，就说差不多了，也就弄完了。这3个兄弟呢这才松了一口气，这才敢下楼。下楼之后一开灯就很奇怪了，刚刚那个叔叔明明是拿着掺了红色粉末的白酒在墙上喷了个满墙都是，而且还用火烧过，结果我下楼一看，墙上什么痕迹都没有。并且这个叔叔呢表情特别的镇定，让3个人好好的休息，没事了，说要走了。而这3个兄弟的心中呢就充满了疑惑，怎么可能放他走呢？就死皮赖脸的就拉着这个叔叔去撸串，硬是缠着他问。叔叔呢后来实在是顶不住了，就松了口，说当然啊有一个要求，就是这个事儿啊千万不要往外说。其实整个事儿呢就坏在那几个皮影上面。年月太久了，最少呢这个皮影传了得有3、5代人了，看皮影戏的人多，所以呢这个皮影呢就沾了人气，开悟了。小军的爷爷呢应该也知道这个事儿，才放在盒子里面用符纸把它封上了。这个阿虎打开盒子就等于把他们放了出来，加上阿虎的八字比较弱，2个皮影就打了起来，目的就是为了争夺阿虎的身体，就很吓人，知道吗？就说谁赢了谁上。第一天给阿虎托梦的那2个应该就是盒子里面那2个木偶，是想让阿虎赶紧的离开，但阿虎呢听不明白，至少跪在那儿的那个女鬼影啊应该是个好人，只是可惜了。至于为什么叔叔说可惜了，他并没有讲，只是说如果我讲出来呢，阿伟他们会感到难受。不过现在这个事儿呢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了，可以说这个事儿是阿伟活了20多年以来遇到的最离奇最恐惧的一件事儿啊。实话实说有点像小说啊，但故事嘛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咱们听得开心就行了。好了，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我们下期再见。小军看到这3个皮影之后很惊讶，说哎，这就是爷爷我年轻时